说到神兽这款车呀，要先从它的名字来说起了。一款车的名字对它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呢？就像你看到一个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那样哈，神兽给人一种非常有灵气的坐骑的感觉，第一印象就非常的与众不同。所以这款车呢，从整体造型上来看哈，也的确是不俗。大家都知道呢，我是个颜控，但是颜啊，不光是说好看漂亮就可以的哈，其实它代表了很多的名词，比如说个性啊、格调啊、神韵啊等等等等哈。神兽这款车一改我们对它这种朴实无华呀、循规蹈矩啊这种印象，会觉得哎呀，哈弗的车可以做得这么的炫酷，然后这么的有个性，这么的时尚。哎，也可以玩的这么的溜啊！轻轨进气格栅加上一些熏黑的元素，还有呢橙色饰条的这些点缀哈，哎，整体呢就是这种撞色加上混搭的感觉，非常能吸引女生的眼球哈，有点像设计师走秀的这种时尚作品。我觉得这个时尚感啊是给人最好的冲击力了，整个也是有视觉冲击力，再加上一点小小的萌感，还非常招人喜欢。再带大家看一看车身的侧面哈，我觉得这个侧面呢，设计师一定是动了很多的脑筋，把它给动感化了哈。你看非常凌厉的腰封，然后上腰线呢从前大灯一直延伸到后大灯，整体呢有了一种拉长的感觉。其实在这个时装设计当中哈，也非常经常的用到这样的一些效果，就是改变它的一些比例，然后来改变视觉的效果，用的非常的高级。再来看一下这个门的下半部分哈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凹槽，可以弱化 SUV 的这种厚重的感觉，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灵动，很像那种随时能够飞起来的一头灵兽哈。车尾伽马造型的尾灯很有设计感。再看一下这个有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，会给人一种高级感和质感。咱们上车看看。来到里面啊，整体的内饰风格呢，反而是一种非常舒适的家居风。12.3英寸的仪表盘加上14.6英寸的双联屏啊，整体科技感是拉满的。同时呢，你看随处触摸上去哈，都是软软的、大面积的软质的材质包裹啊，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，也是很多女性非常喜欢的。再加上你可以随处看到的设计小心机，比如说在饰板上哈，这种格纹这种纹理啊，还有呢就是音响上面也是雕了花的啊，还有你随处可见的一些设计的这种造型啊，还有这些小的花纹啊，都是非常有意思的，非常容易圈女生的粉啊。所以啊，这款车非常的有意思，外观风风火火、雷厉风行，内饰呢反而一室一家、宁静舒雅。亮点看完了，下面要开始我的塔罗任务啦。出发！颜值即正义，我觉得神兽这个设计啊，我今天完成这个任务实在是太容易了。我不知道在设计上这么有科技感的神兽，在功能上会不会也很出彩？看同华的了。美美的爽爽站在那里完成任务非常简单，他只要站在那里就可以了。对于我这个智能科技迷来说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俗话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那么再加上智能，那简直是天下无敌了。就比如说我现在眼前手下的这台哈弗神兽，我塔罗牌上的任务有3项挑战。那么我们先来挑战第1项智能科技任务，是自动泊车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车越来越多，那么停车也就越来越难，特别是对于新手女司机来说。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停车又帅又酷呢？现在只要按下哈弗神兽上的自动泊车功能，一键就能搞定了。向前行驶，搜索车位，找到车位，请踩刹车，请松开方向盘，选择开始泊车或遥控泊，请自动泊车进行中，请注意周围环境，并随时准备制动。
遇到障碍，它会自动停下来。泊车完成，请接管车辆。好，我们挑战成功。刚才我们挑战的是垂直泊车，那么我们下一项任务呢是去挑战侧方位泊车。我们走起。找到车位，请踩刹车，请松开方向盘，选择开始泊车。自动泊车进行中，请注意周围环境，并随时准备制动。泊车完成，请接管车辆。在北京开车经常会遇到这种北京胡同，很多人都知道进去容易出来难。正好我们这款哈弗神兽车上带有一款非常神奇的功能，叫做50米循迹倒车。现在让我们来试试它到底有多神奇，好不好用。请挂倒档，请注意周围环境，随时准备制动。OK， 完美，我们完美的倒了出来。所以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神奇，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这真是福音。其实觉得不止于女性，对所有人来说挑战胡同也是非常有难度的，这个功能相当赞。好啦，现在我们来到了高速公路上，哈弗神兽呢带有 HWA 的高速驾驶辅助系统，让我们来试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启它的智慧巡航系统，就是用你的这个拨杆往里头拨2下就可以开启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启了。即将向左变道，请注意安全。哇，我发现哈弗神兽上有个非常神奇的功能，叫变道辅助。就是刚才我在开车的过程中，前方有辆慢车，哈弗神兽就自动帮你变到了另外一条安全的道上，然后非常快的超过了它。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非常智能，就是你整个体验下来就觉得哈弗神兽的这套 HWA 的高速驾驶辅助系统要比普通的 ACC 更聪明一些。刚才过匝道的时候，我发现这辆车它的车速就随着这个匝道的安全限速速度慢慢减慢。另外它还可以实现这个匝道的弯度，实现智能过弯。我觉得这个挺安全的，就是当你比如车速过快，然后在匝道上它就会帮你慢慢的降速，你一切都不用管，就车就能帮你搞定一切了。还真是挺聪明的，真的是科技解放生产力。这对我们这些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努力带娃女性来说尤为如此。我沉迷于各种智能设备，享受着它们带给我生活中的各种便捷。在我心目中，汽车也如同智能设备一般，作为新科技旗舰 SUV 的哈弗神兽就解决了大部分女性用户在开车时会遇到的痛点。其实我完成的这个任务真是挺简单的，我什么都没干，都让神兽给干了。不知道小鱼那边怎么样了，我发个语音问一下他。哑巴的美妈，你那边怎么样了呀？一个家最稳定的基础是什么？我认为是每一个家庭成员足够的安全感。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，我心目当中一台好车，除了有炫酷外观和黑科技，还必须能带给家人足够的安全保障。哈弗神兽的安全配置非常丰富，很全面，例如 AEB 自动刹车、FCW 前方碰撞预警、CTA 倒车侧向预警及提示、540度车身全景影像、上坡辅助，甚至语音识别。我的任务是找出哈弗神兽最实用的3项功能。我体验下来认为值得推荐的有语音识别、540度车身全景影像和 AEB 自动刹车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这几项功能的使用情况。理论上语音识别呢是一项科技功能，但对于安全驾驶的帮助特别大。想象一下，
急急忙忙带着孩子出门，你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调地图导航了。这时候只需要说我要去哪儿就可以了。你好，哈佛。在哪？我要去望京。你是要导航到望京吗？是的。或者说第几个？第一个。太热了。搞定了。打开车窗。好的，打开车窗。关闭车窗。OK。这些指令看似简单，但在行车过程当中可以让我们眼睛和手专注于驾驶，其实对于安全驾驶的帮助是最大的。540度全景车身影像，它在14.6英寸的大屏上显示得非常清晰，不像有一些小屏还会产生形变，看起来特别痛快。无论是过狭窄的胡同还是泊车入库，你就可以非常放心了。AEB 是一项在紧急情况下才会触发的紧急制动功能。说实话，它发生作用的时候挺极限的，挺吓人的。但当你聊天走神的时候，这项功能真的能帮你大忙。作为女性用户，我倒是觉得所有车都应该像哈弗神兽一样拥有这项功能。哈弗神兽对驾驶员和家人的安全负责，也对每一位路权使用者的安全负责。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。那我的任务到这儿就完成了。玲玲呢，她的性格更偏男孩子，她的动力环节应该是更多男同胞喜欢的。我们去看看她的任务完成怎么样了。有孩子在车上的时候，我开车啊也稳若泰山，不过骨子里呢还是更喜欢偏运动一点的车型。这台哈弗神兽它配备的是 1.5T 的发动机，那匹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最大功率呢184马力，最大扭矩呢是275牛米。比较有意思的是啊，它的后轮做了负倾角的设定，那通常呢都是追求运动型的车呢才会进行这样的设置，它意味着它在高速过弯的时候，它的轮胎和地面呢抓地面积呢会增加，那这样呢它车尾的稳定性啊会更好。实际上我在城市里边驾驶哈弗神兽，你会感受到它的 NVH 特性做的是极其好的，就意味着我们在车里呢会觉得它的静谧性和舒适性做的特别的好。其实女孩子的矫情啊可能就是在这一点，一方面她们希望车开起来特别带劲儿，另一方面啊她们也希望车里边能特别安静，能有自己的世界。可能有人会说了， 1.5T 会不会动力不够啊？其实你也不用担心，哈弗神兽是有2个版本可以选择的，还有一个 2.0T 版本的，配合的同样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那它的最大功率呢就可以达到224马力，最大扭矩呢是345牛米，妥妥够用啊。那到了前面啊，我们会做0到60公里的加速和100到0的紧急制动，那这是我们在城市里边经常用到的一个速度区间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车开到一条内部公路上面，那这个我们来先调一下驾驶模式。实际上哈弗神兽它有6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，标准运动、经济、雪地、泥地、沙地。那我们放在运动上。好的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开始。关上档，3、2、1，走。好，我的主观测试做完了，整个过程还是有一些参考意义的。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成绩。那0-100加速呢，刚才最好一次啊，0到60加速用了4.31秒。那一次啊，就是轮胎的胎温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情况，而且也触发了它的弹射模式，所以4.31秒真的是非常的快。而且那一次的0-100成绩是9秒39，官方公布的数据是8.5秒。但今天的测试环境，气温接近零下7度，路面打滑，测试道路呢还有轻微的上坡，所以啊0-100加速9秒多。那与官方公布的数据差距不到1秒，可见这个动力系统是相当不错的。
那再来看看它100到0的紧急制动，那最好一次成绩呢是37.99米。那对于这么大的一台 SUV 来说啊，已经是不错了。而且，其实我在整个制动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能够感受到悬架调得非常好，所以车身的姿态是很线性的，就它不是这种一下吓一跳，它是很有序的这样往下压，那制动的效果也很好。所以啊，哈弗神兽它的动力水平和它匹配的这个安全的性能也都是很好，非常 OK 的。神兽的价格是13万到16.7万元，那以它柠檬整车平台和咖啡智能平台组成的硬核架构，神兽呀将以它一身的黑科技，为我们这样的驯兽师带来越级的科技生活。我回来啦！哎，那咱们人也终于齐了哈，不知道今天完成任务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完成塔楼牌的预示呢？那必须啊！哎呀，我说说我的吧，我觉得我抽到的是皇后牌，它就代表了美丽跟舒适。所以呢，今天体验哈弗神兽，真的从外观设计来说，就特别像设计师反复雕琢的一个艺术品，很有设计感，而且很有高级的质感，能够有一种很潮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它一定是一台美美的神兽。我抽到的牌是魔术师，我觉得哈弗神兽真的很像是魔术师，它能变出很多样的功能，让我眼花缭乱的。我觉得它的很多智能科技都走在了同级别车型的前面，我真的觉得是科技改变生活，所以我觉得哈弗神兽是一台非常聪明智慧的神兽。我觉得呀，哈弗神兽是一个强壮的神兽，因为我抽到的牌是权杖骑士，它代表活力，代表乐观的精神。那实际上啊，哈弗神兽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真的是动力十足，而且呢，制动性能还很靠谱。最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它 NVH 特性做得特别好，也就是说，开着的时候啊，它的舒适性和静谧性特别的有质感。那我抽到的牌是星币国王，星币国王代表的是安全和让人信赖。你们见过让人省心、放心又靠谱的神兽吗？我今天开的神兽就是这样台车，它在安全性上非常周到的考虑。所以如果我以后一个人带着2个娃出门，我想我都可以很从容。所以我觉得咱们4个的任务完成都非常成功哈，完美的完成了我们塔罗牌的预示。怎么样？给自己鼓个掌吧。哎，这么好玩的任务，下一次什么时候呀？很快就会有哦。期待期待。